水是纯净的，心是自由的。本节目由纯净有心的纯水乐冠名播出。盖尔奇呵护骨骼健康。本节目由专注骨骼健康30年的盖尔奇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守护每一次带感出发的百多邦品牌赞助播出。黑狮覆盆子风味果皮陪你自在一下。本节目由黑狮果皮赞助播出。第一次看到天旋天空的照片，我就被她的美貌征服了。她特别像一颗大地的心脏，藏在林海中，神秘、浪漫、生机勃勃。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要到达天坑的底部呢，你只能通过高空升降的方式，它能让你以一种特别的视角去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坑边有很多不同的植物，各种各样的植物植被，它在里面错落。那底下是不是还会有更多的像绿洲、绿岛一样的东西？这都是我特别想下去看的。Go go， 黑咖啡品味有多浓，我只夜汽水的轻松。昨天你们睡前有没有听到那个狂风大作？有啊，一直都有，一晚上风都滋滋的呀。然后那个窗户发出各种怪叫，声音大到爆。昨晚刮起的6级大风，让我们绳降天旋天坑的计划被紧急暂时喊停。曙光救援队的专业人员建议，我们先去绳降训练点学习和适应绳降技巧，后续再根据天气状况评估今天是否能进入。就这儿啊！妈，咱这个项目一个个感觉真是不对外开放的，都是。这才是珍贵性啊！是。哎呀妈呀，这风吹的！对呀，磕了巴碜的。你想，我不知道它那环境什么。你想一根绳，咱们在绳上这么大风来回摆一下你就懵了。妖风阵阵。这坑就在这儿啊，不是吧？小路走进去吧。下车。小路往里走。哎呀，哇塞！这门没事。你们戴帽子是多明智的一件事啊！啊，你们戴帽子是多明智的一件事啊！他也戴帽子了，他戴帽子太明智了。这风，哪条小路啊 ？Go go go， go go go！ 黑咖啡品味有多浓？又是这种。哇，这里很厉害哦！这已经很吓人了。哇，你看前面多吓人！这里。Hello。哦吼。昨天休息的好不好？那个全身有没有痛的？有一点，全身都有点痛。有点痛，没关系，活动一下就好了，乳酸堆积嘛。对。那个，膝盖怎么样了？膝盖好一点了。好了，好。现在我们的这个地方是在汉中天坑群的一个区域范围内。那么我们进入天坑的唯一的方式就是采用绳降的方式。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体验一下绳降，这个洞叫倒洞。然后呢，你们可以看这个这个石灰岩，它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这种相当于是悬崖栈道一样的，它是之字形，其实可以延伸到那个顶上的那一层。
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不同高度的一个升降的体验。那么我们现在要去给大家讲一下怎么操作我们的下降器。来，走吧。就在这儿啊，对，直接上啊。不下降，我先给你们演示，等会儿你们是从那边上去，走上去降下来。哦，这样的，走一下，勒一下。哇，这好难呐！而且往上累。然后刚才我爬升是为了切换成下降的状态。好，这个是我们的下降器，就是当你下降的时候，你需要把它搬到这个位置，感觉绳子可以动了，你就不要再往下搬了。然后你们的右手是自动端，注意你们的手，让绳子从手心通过就可以。你们可以放在这个位置，髋关节这个位置。然后下降的时候就是慢慢的放，有控制的放，不要太快。这个把手搬到最右边的位置，搬到头，搬到底，然后你们就可以停下来，解放双手休息啊什么的都可以。这里还有一个器械叫 ASAP。它的功能是防坠落，这个会在猛力下坠的时候会把你们一下就是控制住，它会跟随你自然下降的。然后你们下降的时候不用管它。好，你们看一下我下降，就这样子。有没有问题要问的？没有，没有哈。好，那我就先下来了。等会儿谁先试？谁先上去？我带你们上去。我太恐怖了！你100多米呢，这那现在这个山，忘记我前面说的话吧，把这个删掉吧。还恐怖季老师昨天表现的那么好，今天也必须是最好的一个。对呀、肯定是。一姐你行的，一姐，冤家宜解不，冤家宜解不宜解。少给我来这套。好，我们准备穿装备哈。穿衣服，穿衣服。天哪，我太无知了。失敬失敬。一老师，你上去你就不觉得害怕，尤其你下来一次以后，你感觉哎，我还想玩一个更长的。真的吗？你的话可信吗？真的，你下来它那个挺安全的，你坐在上面挺舒服的。戴帽子。哦哦啊啊啊哎哎。哦哦啊啊啊哎哎。干啥？模仿陶喆老师。你现在发出任何声音，我都觉得很可怕。空间太大，不舒服。我已经准备好了。好，第一个谁？我去，我也行，咱俩一起啊。走，走吧。我是恐高的人，我天哪！哎，有点回忆起昨天了啊。靠右边。哦，这拉绳了，这得。可以。来呀，怎么说？我们俩一块儿下吧。行，可以啊。慢点哈，不要太快下降哈。如果太快下降会触发这个止坠器，你就下不去了。再摆，不走的就摆。大家下降的时候双腿分开一点，这样可以保持平衡。双腿分开一点，双腿分开，蹬住岩壁。我走了。你走，你得先下。慢点，慢点，慢点。很好，很好，慢点，慢点。好，脚往下走，不要这样子，脚往下走了。对对对。完蛋了，我不应该看。看这个你腿哆嗦啊？啊，我看那个，我在想我自己代入。先蹲下来，慢慢的靠近，哎，慢慢蹲，慢点，慢点。我的脚，哦，
哇！我感觉我直接悬空就完了。你腿蹬一下，往外身体。对，可以。再来一点，再来一点。这个意思。等一下，我这卡死了。我的妈呀！他妈要从上边，太吓人了，太吓人了！腿蹬一下，往外。对，可以。对，就这个意思。好了，可以走了。经历那个悬崖的那个时候，你的脚是支点，然后绳也是支点，就是你有2个支点。但你有2个支点的时候，你要放弃一个完全悬空的时候，你是需要勇气的。好。好，很好，然后就慢慢的匀速的下降了。当我的脚离开岩石，我才松口气。在这种大自然中呢，就会觉得自己很渺小。帅，王宇！我是不是要到中间要留照片了？下岩石的时候确实有点紧张，但当双脚完全悬空，张开双手的那一刻，是能感受到自由无数的感觉。该我们了。好，说。害怕不，大雪？感觉不错。不害怕吗？非常好玩，去吧。那下个100米啊。你去下100米去吧。还是有一点紧张哈。其实刚下来的时候还是有点紧张，吓死我了。好，走吧，我带你们上去。太吓人了！不吓人，一点都不吓人。你看他们吓得好开心啊！我的妈呀！看到高度就害怕了，那面岩壁就害怕了，一直在说放弃吧，但是另一个声音说，咋能这样？来都来了，你既然说是有这么好的机会，也有专业团队保护，干嘛不去试呢？我相信你，易老师。昨天你好厉害，真的。昨天那个光靠蛮力也可以，但现在需要勇敢。放心，没问题，真的没问题，我相信你。好的，好了。哎呀，上去就知道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还是有点吓人。因为马上已经到那个地方了，来，走吧。你们俩谁先下？我们俩一块儿下吧。我先下。啊，你先下。行。你要先下吗？我不能再等着，我等着我其实已经害怕了。行。我觉得很好呀，我觉得你很勇敢呀，我不是勇敢，我是因为怂。好，可以往后倒。往后倒。往后走就行。往后倒。往边缘。现在已经开始了是吗？慢慢的开始。你就压就行，往后压就行。我可能会慢。哎，慢没关系。我们这叫缓降。对。所以越慢越好。对。
好，然后我跟你讲一下哈，就是等会儿一小部分是岩壁，大概也就1米高的岩壁，下面是悬空，下面就突然没有岩石了。然后快到那个悬空的位置，然后你先把那个膝盖慢慢的蹲下来，抵住那个岩壁，然后把腿慢慢的放下来，就让你的腿先悬空，然后再下降，不然你会像刚才那个王安宇那样，可能会有一个那个就是突然一下子一个。我现在是可以往下走是吗？可以。易老师，你往下坐啊，对，往下。好，锁住了，然后倒回来，重新来。你只要到差不多这个位置，45度其实刚刚好，往下走，哎，很好。慢慢适应，不着急，咱有的是时间。加油！冲啊！其实那个最恐怖的就是不有一段岩壁嘛，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支撑那个力，我怕磕上去，而且我还怕突隆一下就下去了。我这样，很好。你膝盖疼不疼啊？不疼，我为什么会觉得那么累呢？累是正常的，就是可能有点紧张吧。要跪爬的那一段，恐惧极了，害怕极了，吓得想哭。但是我当时的时候在想着，你不要往下看，专注在此刻，我这只脚往哪放，那只脚往哪放，什么都不能想。挺厉害啊！就踩石头那儿才最吓人。对，脚要离地的时候最吓人了。哦。good，好。好，可以了。哎，很好呀，很稳啊，叶老师，很稳，很好。成功了，还挺行啊。我觉得下了这儿我就能放松多了。好像岩壁那是我最害怕的。哇，我要看看风景，看看你们。好。下边朋友们，你们还好吗？还好。对，水哥下来了。水哥是波澜不惊啊，水哥。感觉走了个过场，水哥很稳啊，稳稳的幸福。过程因为比较短，我觉得就是也没有太多的感觉，能有机会去天坑降一下就好了。慢点下，慢点下。哇，成功解锁！好，谢谢啊，不客气。水哥波澜不惊。水哥感觉好，没什么感觉。有没有就是觉得身体不适啊什么的？有没有？没有，太适了，现在。这个体验很刺激。安宇从那块下的时候，我吓死了，快要。哎，你是怎么跪下来的呢？我是就从那儿跪下来。不疼吗？我问了，他说不疼。你是不是带护膝了？你今儿没带吗？带了，对吧？他带护膝了。我这一跪老疼了，我说啊，我说不行了，不能轻易跪。神降其实并不难，可能在准备的过程中有点发怵，要敢于突破自己，还是能有不一样的体验感受。不过也需要一个良好的身体状态，而强健的骨骼则是坚强后盾。盖尔奇始终守护骨骼健康，不让它拖后腿，支持着我们在旷野中带劲前行。盖尔奇挺你。我觉得昨天那个是咱们有点这个被动的，因为是探索未知嘛，就不知道里边是个什么，然后有点是被动的在往前推，像这个是咱们主动做的选择，我觉得这个更勇敢。对，哎，他这么说，我忽然觉得说，我可能是对于已知的事情反倒觉得恐怖，未知我就不想了，不恐怖。也有这个可能。那就这样，到时候到那个天坑之前都给姐蒙着眼睛，然后掉下去了之后，再摘开。已经在掉了。训练后，大家对绳降天旋天坑充满期待，跃跃欲试。遗憾的是，
我们随后接到了曙光救援队的正式通知，经过对天气以及天光条件的综合评估，出于安全考量，取消此次天坑升降。不方便降就不降，你就看看也行。对，好，看一眼，走。所以成年人不做选择，就去呗。行，牛哥。哇，空气好新鲜！冲啊！怎么这么陡太陡了。天悬天坑，这边就可以看到哦，这是可以看到了啊！哇塞，看不见了，这也要站在脚上才可以看得到。下来把安全衣穿上，然后左脚。好。是从哪儿降呢？树上锚点。但树会不会不太牢固啊？没问题，这个树它是活树，你不能选那个死掉的树。哦，够粗，它很结实。天哪！哇塞！哇，这东西太震撼了！我的妈呀！这怎么像星空啊？这像壁画啊！这为什么会形成这么大的崩呢？这个是喀斯特地貌，它独特的就是断层。断层它是这个岩石在水的冲蚀作用，它会形成崩塌，然后会形成慢慢的小孔，就会慢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像这么大的坑，随便都是几十万年、上百万年形成的，它不是一天两天出来的，啊。这边有，你还能看吗？能看，能看，可以。哎，有点东西啊。这还真挺漂亮，这个苔藓太好看了。就喜欢这苔藓。下面有什么呀？下边主要是这个天坑形成过程中崩塌的那个石头堆的那个石堆，啊，还有底下有点小植物。它这个天坑就是比较规整，不像有的天坑各种形状，它这个基本上比较圆。比我想象大很多，我没想那么大。就是可惜应该从这儿降下去，比刚才那个地方要好。这还是比较震撼到我了。而且我跟你说，现在一共下去的人不超过50个，你下去了，你就是中国 top 前50。谁呀？你听那几位老师说的吧？救援队人说的啊。会有遗憾，会想下去，站在那儿我也觉得，那我下去我一定很了不起，是很棒的。本身这个地貌还是很壮观，神将可以更好的去感受这个景色。这下的话等于相当于垂直花园，我这个整个这个垂直上的那个植物我都可以看一下，因为我在家里也是在垂直面上种花种植物，这我家地下室就这样的。我看看。下去我觉得对我来讲肯定是很有收益的，然后我也想感受一下下面的温差、湿度的变化，底下是不是还会有更多的像绿洲、苔藓类的一些植物。我下这100多米可能会下一下停一停，停一停下一下，你会去沉浸的在享受这个下降的过程，因为平时大部分时候都是我们人在俯视这些东西，要么我们就是在仰视。当你完全平视的时候，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一个视角，太遗憾了，没有在天坑升降是这次最遗憾。今天进没进天悬天坑，我都不觉得遗憾。
因为对我来说，过程最重要。站在上面俯瞰的时候，我就被那种美震撼到，足矣。我就想在这晒太阳，多舒服呀！特松弛是吧？治愈，真的是。我觉得出来旅行就是要简单纯粹的放松一下，来一场像纯水乐的水一样纯净的旅行。哎，别说啊，这个景儿就缺那么一抹蓝。拍照片，花野他俩嘚瑟一下，也不忘咱俩那么早起来。好，跟他们嘚瑟一下，这样更有意境。这自然美景配纯净好水，怎么拍都美。水哥拍水，恰如其分啊！来，喝一个吧，来，以水代水啊，旅行快乐。成了，咱们赶紧收拾东西走吧。走，带着纯水乐去旅行。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是佛坪自然保护区，然后我现在准备一些今天的行囊。今天出去的话，大概是8到10个小时那样的行程。看我带了什么啊？带了一个小相机，因为今天是有机会去跟着当地专家去寻访一只受伤的大熊猫，因为要救治它。然后我4个人嘛，我带了2个香蕉，2个橙子，这是4个酶，这个是一个补充的巧克力。小伙伴们去户外的话，一定要带垃圾袋，把垃圾带回来。好，出发。水最重要，尤其是纯净水。这次我听他们说啊，有一只大熊猫受伤了，他们现在在找那只大熊猫。但我觉得呢，受伤的动物其实才是最难找的。它既然受伤了，肯定就是不希望被人发现。大熊猫呢又是近视眼，所以它就得用其他东西来补偿了，比如它的嗅觉呀、听觉呀，会比较好。所以呢，它一旦躲起来，大概率是找不着的。就算找到受伤的大熊猫，有可能脾气还不好，反而更危险。我知道今天大致的行程，然后准备了一些干粮，然后补给，还有一个小手电，因为不知道要走到什么时候，然后也不知道里面昏暗程度，已经准备好了。今天希望有那个运气，能跟那个保护区的老师们多了解一些关于熊猫的知识，然后也可以跟他们聊一些他们经历的熊猫的趣事啊，然后主要是多了解大熊猫。好了，那我们出发吧。秦岭大熊猫本身就很不一样。我们上次去四川的话，四川还提过呢。这儿大熊猫个头更大，头更圆，牙也大。哎，我有一个问题，大熊猫跟熊打架谁能赢？你要单纯从咬合力上来讲的话，大熊猫肯定是不输啊。它跟美洲狮差不多吧？大熊猫的咬合力为什么那么强呢？吃竹子肯定需要很强的咬合力啊。对，吃竹子难道比吃骨头还要咬合力更强吗？是，好像是。每天要吃几十斤竹子呢。不停地吃，因为它的消化道、它的肠胃原本是为了肉设计的。而且我那天好像是那个，就是它小的时候，它一开始本来它是吃肉的，然后它长大一点，他妈教它吃竹子的时候，他妈要给它一种唾液，好像是什么，一般叫菌群。你就像那个对菌群，所以它等于熊猫妈妈把菌群交给它之后，对，它就有消化竹子的能力了。然后等于它学会了之后，好像它妈妈就离开它了，对吧？对，熊猫我就觉得它的繁殖真的太有意思了，能活这么多年，1万年在这地球上，比我们人早那么多。可是它的主要是发情期特别短，发情期1年里面可能就几天，甚至就几个小时，欲望特别低，这属于就这么短的时间。哎，它们是群居吗？不是吧？不是，几只在一起啊？
一般都是单独的吧，一只自个儿在一起一只会有一个范围，这个范围是我自己的范围。他们这是洗净哈。对，熊猫最有意思就是它那个第6个桡侧子骨嘛，就相当于6指嘛，就是它。但它那爪子是尖的。它其实它是5个都是朝前嘛，但是它侧面又多出一个，为了能够拿那竹子啃竹子，不这么啃吗？哦，生物进化好有意思啊！希望能看见。佛坪自然保护区的森林覆盖率超过90%，因地形限制和野生动物保护工作需要，我们必须跟随当地的工作人员徒步进入保护区。向导你好，向导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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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伊丽静。你好，你好，你好。我姓李，我是三个庙保护站的工作人员，也是向导。因为我们知道你们这儿常年驻扎着一个野生动物的救助这个团队是吧？所以我们几个作为志愿者说，今天想来体验和感受一下你们的日常工作。您看我们几个能做点啥？今天？我可以带你们过去看一下。好啊，好啊，好，那辛苦您。好。开始了，开始。看看人家的工作日常。No， 哇，那个粉粉的是什么花啊？啊，杜鹃。杜鹃，他会听到我们的声音会跑调吗？肯定啊，肯定会，我觉得。他的听力怎么样？听力比他的视力强啊。那听力属于很好那种吗？比咱们人强啊。大熊猫喜欢吃这种竹子是吗？对，这是秦岭箭竹，熊猫最爱了。哦，因为它这个细嘛小嘛，熊猫知道逮口。啊，所以它喜欢吃小的。看那个小的论呢，它吃起不费事儿。你看那个动物园那个竹块这么大的，熊猫吃可费力，是吧？对。这里晚上会有狼吗？没有狼，没有狼。这里边没有狼。这里除了大熊猫，还有什么别的？我们这里有大熊猫、金丝猴，金丝猴、朱鹮、羚牛、金雕、金钱豹、金钱豹、金猫，生物的多样性啊。我们这里动物种类很多了。这里来最好的季节就是下雪的季节的进来，这个季节比较荒凉，一看到是吧？那这条路很少有人进来吧？除了你们在除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和科研团队，还有那个研学的学生。您是在这个村落里的人吗？我也在这个保护区上班，也是这个自然村的人。这从小跟大熊猫生活在一块儿，也挺牛。那遇到大熊猫遇到过几次？遇到大熊猫那就很多次了。就在这条路上遇到吗？就在这路上都遇到。它见到人会怎么样？会跑掉吗？还是大熊猫，但是它一般很少是主动攻击人。我们比如说熊猫在那里边吃竹子，我们都看到了，我们悄悄的观察一会儿，能拿手机拍一下子记录一下。然后不会往前试着走近是吗？不会，我们不会去干扰它。但是您在那附近的话，它能闻不到味儿吗？来，你不要干扰它，那个什么。它也就看到你就各自各顾各自的，互不打扰。互不打扰，因为它也觉得很安全，你没有对它没有威胁。和向导边走边聊，我也在土生土长，没有听说过大熊猫把人伤了这个事。2个小时后，我们深入到野生大熊猫的活动区域，在这里，我们见到了何娇和他的同伴，这2位野外研究人员，在三官庙已经驻扎了1个多月，一直在试图救助一只名为一猫的野生大熊猫。你好，何同学，他在工作。我这不是熊猫的粪便？对，收的熊猫的粪便，我们热乎的吗？不是热乎的，可能今天早晨拉的。今天早上拉的。对，现在粪便上还有它的排粘的粘液，像这块吸的。这个就在这里发现的吗？这个是在那个树下发现的。熊猫可能一般有蹭屁股的行为。这个这么新鲜吗？还有粘液都在。对，粘液，它这个粘液。
因为这个地哦，区它是能摸一下吗？隔着袋子可以吧？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粘液，其实很新鲜。啊，这个是硬的，倒是也不臭呢。猪它你可以闻一下，它是新鲜的。是吗？不臭不臭，一点都不臭。有一股抹茶的味道。哇，真的是抹茶的味道哎。是抹茶的味道。闻一下吗？这是它完整的形状。对，完整的形状，可能它最近这个食物可能是以秦岭建筑为主。哦。再过20天左右，主要以竹笋为主。那就说明检测这只熊猫就在这附近。对，它的足迹至少来到过这里。那它们一般会在这地方停留多长时间呢？看附近的食物的丰富度。如果说近期的食物丰富度不大的话，它们就会继续上山，然后再找食物丰富的地方。你们今天遇到了吗？今天运气不太好，还没有哈。对，还没遇到。我也今天刚过半。走。前段时间从一个拍纪录片的那个摄影师得知，他可能是脚有点受伤。我们最近过来的工作就是看巡护的途中能不能偶遇到他，观察一下最近的体况。根据何同学的介绍，粪便是监测野生大熊猫活动轨迹的重要依据。他们会根据粪便的形状、干湿度，判断哪只熊猫在什么时间在这个区域逗留过。用手又捡着一个。对，这个是可能有几天了，但你看它的，就你刚才捡的？这个对，刚才捡的。这是个年纪比较大的吃的。对，因为你确实很懂啊，因为这个它已经没有咀嚼充分，就是相当于它旧吃已经比较那什么。对，磨损的可能比较严重。哇塞，不行，我也想我。送给你。不，我得自己找一个。哎，扁扁。这什么？这个不是这种，像这种烂了就没有捡的价值了。这是前2天的是吧？有点湿的哈。对，也可能是今天早上，因为今天的紫外线强度比较强。哦，今天早上，这会是一猫的粪便？可能会是刚才捡的最新鲜的那个，不可能是一猫。一猫的年龄比较大了，像我们刚才捡的那个可能是，但这个你看它咀嚼的很细，所以它一路拉了过来。它的路径跟我们是一样的，是的，它也愿意走这个水泥道，一路拉一路走，带着你回家。哦，像这种这有很多的，像这种就是很久了，竹叶的。哦，这是老的，这是比较咬的不细了。对，它这种就完全是竹杆没有咀嚼充分，而且没有消化。这只是以竹杆为食，完全吃竹杆拉出来的粪便。说明它拉屎的时候，这丛竹子没长出来呢。也有可能，不然的话这多扎屁股呀，它屁股放不进去啊。它其实在很小的地方，它会往下一倒，就是一片地方，它会把竹子都压到后面了，然后压到地上慢慢吃。对，慢慢拉。从前面这块往下，其实遇到野生熊猫概率都比较大了。但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大声，是不是有也会被吓跑了？会，但是一猫不会。为什么？因为它受伤了。不是因为受伤，一猫就是3个庙中比较特殊的一只猫，就是反而你轻声轻语的，它会听到声音，它会跑，但是它会听到人说话，它反而不会，它就感觉像它知道人对它没有恶意，不会伤害它，所以它听到人说话反而会。为什么？它和人有亲密接触吗？接触，因为从中科院研究，它已经研究了10几年了，就是感觉它发现人对它完全没有恶意，甚至在帮助它。像保护站巡护员，他们可以和一猫很近距离的接触，其实可以挨在一起的都可以。是干嘛呢？他们就是想有时候看见一猫的，他们就可能出于好心，可能给一猫搬一点竹子过来放面前让它吃。哦。然后一猫可能就坐那儿吃，坐那儿很享受，就感受到这些善意。对，然后人就坐它旁边看着它吃。它怎么区别人类的表达善意或恶意？其实，在动物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它其实可以感觉到你是对它的友好还是有恶意的，它其实能通过你的细微动作观察出来。比如呢？就是轻声细语的慢慢和它沟通，就是降低它的警惕性，就是猫猫呀，别怕吃竹笋，这类似的话我们都会说。就跟个小朋友说话。对，就是像哄小朋友一样，然后这样它就会形成一个就是感觉他们好像没有伤害我的意思。他就判断出来你们的善意，对，判断出我们的善意，然后也在慢慢的接受我们。除了依靠双脚巡山，
像何娇这样的科研工作者，还会借助安装在山林间的红外相机。找一猫了。这些丛林中的眼睛，记录了大熊猫的各种生活细节，积累了研究野生大熊猫的第一手资料。哦，这是视频吗？它可以拍视频，可以拍照片，就是红外感应的。有人从这过，人也可以拍照。哦，看到了吗？今天这会儿可能还没有发现有它活动的一个情况。今天没有。嗯。不是说这里除了 emo 之外，还有很多野生大熊猫吗？有，分布在每座山所有的这一片里。对，熊猫其实有领地意识啊，但是它们也会定期的往高海拔或者低海拔活动，然后活动这个时间段可能也有规律的。哦，现在这个时间段可能是在高海拔吃秦岭建筑，然后20天后他们会从高海拔慢慢走到像海拔越低的地方吃竹笋，然后9月份产崽。哎，这边的9月份啊，不是7、8月啊。有的可能熊猫交配的早，它产崽早；有的交配迟，它也产崽着吃。它需要等春天来春之后，它哺乳期结束，小的熊猫有新鲜的竹笋可吃，它才会在这个之前进行产崽。现在是发情期已经过了。对，已经过了。为什么说熊猫这么稀有？就是雌性大熊猫的发情期只有1到3天，也就这么期间。尤其像野外，我们可能生1到2崽，但是它只能活1崽。哦。它不是说像我们个基地保护的，我们有培育人员、工作人员帮助它保护、培育的小熊猫。红外相机没能带来好消息。何同学分析，这个季节的野生大熊猫此时可能在更高海拔的地方活动，于是我们决定分组上山。走，咱们就分2个组吧。向导，像您平时在户外都需要带哪些装备啊？一般像登山鞋、冲锋衣、雨衣这些的，还会带个应急包，装备这些必备用品。像我们平常走一些野路，很容易磕伤、擦伤，然后这时候我们就会喷一些百多邦消毒喷雾。哦，百多邦的这个消毒喷雾剂，不仅可以消毒，还能清洁伤口，也不怎么疼。不及时消毒伤口，很容易红肿感染，所以我还会备一管莫匹罗辛，以防万一。的确啊，出门在外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安全第一，其次才是旷野人生。不好走啊。它有可能会在这两边的竹林里边吗？对，有可能。有可能。它应该会找一些比较相对平缓一些的地方。但这种平台就是有可能的。或者就是附近有水源的区域的话，它都喜欢待。吃完就可以直接到河边去喝水了。哦。嘿。哈。反正呢，这边区域呢就一只。咱们见着了，他们就见不着；他们见着，咱们就见不着。不一定哦，是吗？这边区域的话，猫的数量还是很可观的。它有可能会有交叉重叠的地方，是吗？是的，就是有可能咱们也把猫碰见了，他们也把猫碰见了，都有这种概率。但也有可能碰见都不是一猫。碰到的不是一只。对，不是一猫。那都碰不见呢？那个概率是最大的。这是它弄倒的。这一块，这就是它前段时间这个大熊猫在这一块取食。它的一个痕迹，就是最明显的，你们可以看一下这根竹子，它是被折弯了的。就是熊猫的话，它一般它就喜欢靠在这种比较松软，然后相对比较平坦的区域来取食这个竹子。哦。这个树的话，一般是作为这个标记树，就它会在这个树上会去打标记，用它的这个钢轴线。你说大熊猫还是我们？大熊猫啊。会用它的什么？钢轴线。钢轴线。对，一个线体。哦，钢轴线啊。是的。然后包括你看它的会排便在这一块儿，这代表这是它的领地了。是啊，这也是它经过的地方。在繁殖季节的话，尤其是针对于这个雄性大熊猫去找这个雌性大熊猫，它就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会去闻一下这些树上它的一个残留的一些气味，来判断。来判断。
大熊猫也爱爬树啊，这边的树它应该能爬是吧？一抬头就看在树上等着你呢。真假的？它能爬这么高的树吗？能啊，大熊猫肯定爬，这方面就像猫了哈。熊猫的叫声是什么样的？这么叫，像小娃娃一样，小狗的那种叫声。这样的话，我就要使用我的听声辨位功能了。正常来说，我们安静一下，如果它在附近的话，不是能听到嘁哧嘁哧、咔嚓嘁嚓的声音？有可能，那种的话呢，除非就是在它取食，对，吃东西的过程当中能听见。对。我们一般这样静下来，我们聆听一下，是不是可以听到它的声音？毫无响动，这块只有潺潺的流水声。哎呦，这地儿好哎，这环境不错。哎呀，小憩一下。我看看，这有特细的沙子吗？好凛冽的山泉水。嗯，我闻到了熊猫尿的味道。开玩笑的。这么好的地方，他们看到了吗？有可能。这里容易迷路吗？不会，其实我在山里都跑惯了，从小跑到大。你就是那村子里的是吧？对，我就是当地的居民。就是家里从太爷爷那辈就接触熊猫，到我现在这。哇哦！啊，你是会觉得有传承的这种使命感吗？对，我爷爷也是相当于在山上带科研人员观察熊猫的，我爸同样也是。然后到我这儿，我觉得我还是要继续和熊猫交集下去，不能到我这儿断了。我觉得我们和熊猫结缘应该是从我太爷爷那开始。哇，就是有个叫平平的熊猫，他就是那个拿奶瓶喂熊猫那个老头。从小就什么都没有，只能和动物玩，就渐渐的产生了一种很浓厚的兴趣吧，就是想和他们有更深的交集。就选择了动物医学，然后现在毕业之后，相当于回到家里有做工作。那学会了这些东西的话，选择的范围其实是不是还有其他呢？有。那为什么会选择这儿？可能还是对这地方有留恋吧。哦，因为好多年轻人想离开家乡。对，就是我感觉我得去把这件事做下去。桑庙这个地方，它现在生态能这么好，可能是跟保护熊猫有关。但是如果一旦没有熊猫的话，这个地方差不多和这种镇子呀、县城一样，就没有这种很原始的自然感觉了。就像这个竹子，就是熊猫把竹叶已经吃过了，它就是坐着，它把竹子一手拉下来，然后做吃了一个春卷一样，它把所有竹叶会含在嘴角，然后一手捏着，这样一口一口吃，然后吃完之后它把这个没了，它就会放回去。但比较粗的竹子、比较高的竹子的话，它会从大概这个位置。它用它的那个前臼齿，它给咬断。它不会拔根儿是吧？不会，它一般是从这咬断。这已经开始出笋了，可能再过这个小笋，可能再过10几天，可能这些猫都可以开始吃竹笋。那时候遇见猫的概率很大。我奶奶有次在野外就打竹笋，我奶奶打了一筐，然后我奶奶看见一猫的，没办法，最后给了她一根。我奶奶说给她根小，说拿一根大的。他把小拿回去看了一下，要大的，丢掉了，不要，我要大的。还有过来找我奶奶要大的，我奶奶大的给他，之后吃完之后，他没走，他就奔着那筐去了，他就把那筐直接翻过来，就在里面吃了一顿。然后我奶奶打的笋子可能被他吃掉一半。真不见外啊！饱餐了一顿，不见外。其实像吃竹笋的话，熊猫一天能无限吃，
因为它们的这个身体结构可能比较特殊，消化系统是吧？对它们来说，它们没有盲肠，所以它们吃完之后就很快会排出去。所以它们吃竹子呀、竹竿呀、竹笋，它们获取的营养很少，它们会不断的进食来补充自己身体所需的一些营养。出现吧，一毛！哎，你看这一块又有粪便，但是这个粪便的话，时间相对比较长一点。这个是吃的巴山木竹的竹叶。所以一毛现在已经是吃这个的时间了。这段时间的话，熊猫它主要就是吃那个秦岭箭竹了，这是之前吃的，就差不多有1个月时间左右了。OK。它要是喜欢走这条路，我觉得它吃东西什么的也就应该是就近的。确实，你看里面这些道它不好进去，是不好走。小心头啊！小心头，慢一点哦。它会不会就在这个深处呢？怎么样？这里有它的踪迹吗？有没有可能看视线，比方说哪一片竹林突然开始在晃动？有可能就是有熊猫。要幻想着眼前出现了一只熊猫。嘿，看它了吗？它在哪儿？没有没有，就是拍一下。他是拍那个夕阳。哦，可恶！走，走吧，继续寻找。希望他们那一组能传来好消息吧。这是个什么洞啊？对，这是给熊猫修的这种熊猫洞，就是方便它们在这儿产崽。然后这有个红外相机，这红外相机就是拍摄看他们修的熊猫洞后面有没有熊猫带着幼崽呀，或者熊猫惊动的这个现象。他们在这产过崽吗？得看红外相机里面会有没有拍到过进洞或者带崽的。就像这种熊猫洞挺多的。其实我们几乎在每个沟几乎都有这样一个，就是方便熊猫产崽有个安全的环境，就是既能避风又遮雨的。他们真的很贴心，在天然庇护稀少的山林里，这些人工修建的熊猫洞成了最踏实的保障。我们可能顺着那个梁往下走，因为像这种梁上一般是各种野生动物啊，动物都会在这个梁上活动一个地方。站在梁上可以看一下这个山沟里面有没有什么发现。走吧，这块可滑了，就抓着竹子一点点往下顺吧。哇，这儿不行，这得出了下去。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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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每一步都被阻拦呐，我绝望死了。每一步都被阻拦，看到过这样的路吗？就以为今天不用探险了呢，结果还是探了一段险。这密室都没有这样的，哇塞！这每一步都可能滑下去，哇塞！这名字就是挺累，而且就是手忙脚乱的。哦。对，小心前面过来一个竹子会弹回来，就容易伤到人。是，注意一下。
我现在忽然觉得第一天探洞基本上就是最简单的了。确实这个坡挺陡的，确实有点挺考验人的，而且还得扒竹子。这种竹帘挺难钻，它的竹子就是细碎的，对，而且横七纵八的。对啊，横生枝节这个词在这儿具象化了。你不累吗？最累的时候，就我们一人扛它那种叫检测仪器设备，可能就20-30斤，我们就是一口气得扛着仪器冲到那儿，就不带歇的。就是我们的速度快点，给它争取活下来希望就大一点。跟生命赛跑。你们一天这个微信步数要走多少步啊？我有时候走得多，能走3万多、4万。野生动物救护员和那些护林员每天都要走这样的路，这可太难了，真的。原始森林就是这样。这回让你品味一下什么叫原汁原味了吧？接近日落的时候，我们爬上了山梁，但在两侧的山谷之中，并没有发现衣猫的身影。什么动物也没看着啊？走吧。你们很多时候是看不到熊猫的，不会影响动力吗？就是可能有时候每天出去，偶尔有时候一天出去，可能是什么也没有碰着，什么也没有，其实挺失落的。啊，真的挺失落的。对，但是明天是个未知，明天可能会有更好的结果。但是如果哪天遇到了，那天会很高兴，甚至后面2天上山的动力都会增加。哇塞，这太美了！这个枝条，你看看阳光透过这个枝条，然后把那个新生的嫩芽照得熠熠生光。哎呀，虽然没找着熊猫，看看美景吧。值了，值了，一切都值了，快美哭了。上的时候真难啊，但是又怎样？我们在山上看到了落日，夕阳穿过枝叶时，我想起了一句话：万物有灵，生生不息。我们走了很久，却始终没见到衣猫。我今天上去的时候，老远看见一个，我以为是碰见一个猫在那睡觉，结果再走近一看是一石头。但这就是巡护员和科研人员的工作常态。不喜爱真的是没有人会在这种山里吃这种苦。对，不喜爱坚持不住。有的可能就是待2-3天就干不下去要走。所以看着新鲜，一开始觉得好玩，但后来你发现它跟电视里完全不一样。对呀，就看那些纪录片什么的，你就有的时候你觉得好像离你特别近，但实际上这些东西其实离你特别远。电视啊、纪录片可能就是体现了好的一面，对，没有体现出那个艰难的一面。天哪，这不热爱怎么坚持啊？怎么样？看见没有？看见了。有发现吗？看见了。我们是真看见了。真的假的？真的。他拍到了。我没看见，那太棒了。灵呱呱，你要看吗？我不想看。怎么嫉妒我们的成果？不是，我看那个干啥？没什么意义。我就是来了解熊猫生存环境的，我不想看熊猫。有点糊在对岸。这什么呀？这是拍的别人的视频，手机里的视频。刚才我应该把那个拍摄的那个他那个手机里面应该怼着拍，我跟他们说，你看这刚刚拍的，快倒录一下，骗他们一下。姐姐终于出来了，一毛没找到，找到了一毛。我们已经看到了。真的假的啊？这有照片啊。这真是你们拍的吗？对啊，你看，今天4月13号。此刻熊猫具象化了。
嫉妒让我丑陋。知道我们经历过什么样的千辛万苦吗？他那个视频还能动呢，你看。天哪，为什么呀？可恶！天哪，嫉妒让我丑了。别嫉妒了，假的，开玩笑的。怎么可能？你不都是4月13号吗？拍的他们的手机。你看，真的是，我觉得还是跟动物相处是不是会比较好一些？对，更简单一点啊。哎，真的是，你们老和动物相处的话，对你们来说会是得到什么东西呢？会让你们的生命状态会有变化吗？尤其是像跟大熊猫相处的话，我觉得，首先人整个心情是愉悦的。就尤其是我们在开展野外工作的时候，就是有时候走得很艰难，汗水直流的那种情况下，突然我发现新鲜的这个痕迹了，或者说我直接看到这个野生大熊猫了，立马感觉就元气满满，就瞬间就恢复了一样。一个充电桩。对。哎，那你们觉得就是真的是人类和动物该怎么相处是合适的呀？互不打扰，互相尊重。对，自古以来它也就在这一块去生活。你人在这生活的时间肯定没有动物生活的时间长。虽然是救助，但是寻找这个本身的话，对他们是不是也是一种打扰？作为尤其是这种大熊猫旗舰物种来讲，它的数量本身已经很少了，所以我们只是说，在尽量不人工干预的一个情况下，在它受伤或者生病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对它去进行一个救治。这样的话，也希望它有更多的一个能力去繁衍下一代，就是繁衍更多的这个种群。其实是个助力。对，不然就是你再往后，如果对它置之不理的话，它越往后，可能数量越来越少，它可能到最后甚至可能会消亡。大熊猫在这相当于一个保护伞，它们保护大熊猫，大熊猫同时保护这边所有的物种。对。什么朱鹮啊、羚牛啊、鹰猫啊，这些全都被保护了。而且连这块整个地域都被保护了。它的这一块栖息地，整个的这个生态环境、生态系统都被保护在范围当中。这地儿好哎。静下来，我们聆听一下好凛冽的山泉水。哇，太美了，真的，新生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地球一定不只是为人类而存在的，动物、植物应该有它们重要的位置。人和动物其实应该是互相依赖吧。那我们其实要保存这个生态的完整性，带着敬畏之心吧。大家都是平等的、共通的。万物有灵，生生不息。水是纯净的，心是自由的。本节目由纯净有心的纯水乐冠名播出。盖尔奇呵护骨骼健康。本节目由专注骨骼健康30年的盖尔奇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守护每一次带感出发的百多邦品牌赞助播出。黑狮覆盆子风味果皮陪你自在一下。本节目由黑狮果皮赞助播出。欢迎来到巴丹迪林沙漠，可以带你们爽一把。哇，看着沙浪来了，哎呦，哇，过山车这种感觉确实上来了，哎呦我天哪！啊，听见鸣沙的声音了，我也听见了。这个沙鸣。它就像离你很近，在你耳边，然后咕咕咕咕咕咕，大地震动，从深层轰隆隆那种嘛，那个真的挺震撼。我们要正式开始2天1夜的沙漠穿越。这个路比刚才那个要陡。给油！直上，再给！我宣布申请救援。刹车！收油！踩刹车！速度再慢点！哎呦！
上微博参与旷野星球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观后感。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下载网易新闻，看节目，更多有料资讯。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旷野星球”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上百度 APP 看百度热搜 ，get 更多热点内容。上知乎搜“旷野星球”，解锁更多精彩讨论。感谢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上百度搜索“旷野星球”，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